姐夫要与我姐 AA 制，我姐现在没有工作，在家里带着你们俩的孩子。姐夫都这样做，我姐有老公和没老公又有什么区别？姐夫老实说，我姐在家里什么都不做，我姐今天不就什么都不做了？哦，我姐还做了一半，至少她买回了菜，洗了米放好了水，你只需要做余下的那一半就行了。周红林张嘴想说什么，海彤不给他机会说话，继续说道：姐夫以为你们家天天都干干净净，是扫把自己长脚，自己扫的地吗？洋洋还小，玩玩具的时候喜欢弄得满地都是，他还不会自己收拾。姐夫不会以为那些玩具都是自己长脚自己收拾的吧？还有姐夫吃的、喝的、用的，不说别的，仅是你每天换下来的脏衣服，难道不是我姐洗的？你每天的三餐不是我姐做的？总是嫌我姐现在不赚钱，没有收入了。如果不是我姐在家里打理着这个家，姐夫能无后顾之忧在公司认真做事吗？这个家是你和我姐共同经营的，你主外，我姐主内，你们俩都在为这个家付出了。不能说我姐没有工作，就没有为这个家付出。事实上，我姐比你上班还累。要不你和我姐调换一下位置，你在家里洗衣做饭、带娃、收拾屋子，我姐去上班。她结婚前的收入也不比姐夫低到哪里去。周红林被海彤反驳得数次张嘴都说不出话来，半晌他讪讪地道：海彤，我就是说了一句，你就说了那么多句，好像我虐待了你姐似的。你店里不忙，要是生意不好赚不到钱就别开了，找间公司上班去。战印不是在大集团上班吗？叫他帮你安排进他们公司，一个月拿个几千块钱也好过你开店吧。海彤淡冷的道：不用姐夫替我的钱包操心，我的收入够我吃喝，还略有剩余。我去炒菜。周红林知道小姨子心里有气，不好再说下去，转身回厨房去了。海彤深吸几口气，姐姐现在还没有做好离婚的准备呢，她还得忍着，等姐姐有了工作，为离婚做好了准备。周红林再敢那样说她姐，看她不对死她。他进了姐姐的房间，见姐姐坐在床沿边上，温柔地摸着外甥，他知道姐姐都是为了孩子。听到开门声，海玲扭头见是妹妹，她起身走向妹妹，轻声说道：彤彤，你姐夫他是听不进去那些话的，也别担心姐，姐要是死心了，自会保护好自己。你要去给战印买礼物，快去吧，放心吧，姐姐没事的。姐，那我先去买东西了，有事就给我打电话，要是他敢对你动手，告诉我，我绝不许任何人动我姐姐。海玲嗯了一声，以前还爱着周红林呢，她什么都忍了，现在她对周红林有点心寒了，为了儿子，她也还没有底气呢，暂时还会将就地过下去。等她重新站立起来了，周红林根本威胁不到她。在姐姐的催促下，海彤走了。她走的时候，周红林刚炒好一道菜，把那碟菜端出来，见海彤要走了，他惺惺作态地问道：海彤，你吃过了吗？吃过了。海彤淡淡地应了句，便走了。周红林没有把海玲洗好的菜全炒了，只炒了一样菜，他用筷子夹了一筷子菜放进嘴里尝了尝，立即吐了出来。好难吃呀，还是甜的。怎么是甜的啊？难道是他把糖当成了盐？周红林马上回到厨房里，拿起调料盒子来看，糖和盐、味精都是放在一个盒子里，他刚才肯定是把糖当成盐了。未婚前，周红林在家里有母亲给他做饭，婚后呢，有海玲姐妹俩做饭，他压根儿就不会烧菜做饭。糖和盐都弄错的人，烧出来的菜能吃才怪呢。再去看包里的饭，因为水是海玲放的，饭倒是可以吃，但没有菜，周红林被养刁了的嘴也吃不下白饭呀。想到自己在公司上了半天班，回到家里还没有一顿热饭吃，周红林的怒火飙上来，怒气冲冲地回到房里，看到海玲坐在床上看手机，他更气，快步上前去，一手拍掉了海玲的手机，就扯住海玲的头发，把海玲拖下地，然后就朝海玲拳打脚踢。他没有骂，是怕吵醒睡着的儿子。海玲没有防备，才会被他扯住了头发拖下地，等他回过神来后立即反抗。周红林是男人，又抢了先机，海玲就算反抗，一时间都还是处于下风。
就算被周红林打得脸青鼻子肿的，海玲也不肯认输。她记得以前一个同事跟她说过，夫妻俩第一次打架的时候，无论如何都要赢，绝不能输，让男人知道自己是不好欺负的，那样才能镇住男人。要是输了，男人就会打上瘾。家暴只有0次和无数次。在周红林又一拳挥过来时，他吃痛时却死死地捉住了他的换头，然后狠狠地咬向他的手臂，发狠咬着，痛得周红林直叫。另一只手去扯着海玲的头发，他越扯，海玲咬得越狠。海玲，你松口，松口，我们都松手啦！还是周红林受不了，大声叫喊着。他先松开了扯着海玲头发的手，并用那只手去推海玲。海玲趁他松手时，整个人向他压过去。这2年在家里带娃，没有注意保养，海玲的体重比婚前重了30-40斤，整个人压在周红林身上，周红林都觉得犹如一块大石压在自己身上一样。海玲这一次占据了优势，她一松口就左右开弓，狠狠地抽着周红林的耳光。周红林刚才打他打得有多狠，现在他还手就还得有多狠，直打得周红林眼冒金星，嚎嚎叫，嘴角都流血了。海玲也打累了，才从周红林身上起来，粗喘了几口气后呢，海玲转身出去厨房里操来了一把菜刀。周红林已经自地上爬起来了，正在打电话给自己的父母以及姐姐，告诉他们他教训海玲，但被海玲反击了。见到海玲操着菜刀进来，吓得他脸色巨变，顾不得再告状，在房里转圈圈，逮着机会再往房外跑。海玲操着菜刀追着他跑，周红林没想到海玲会这么厉害。婚后他都是温柔小意的，就算近段时间他老是骂他，只有他骂得很过分了，他才会顶回来跟他吵上一吵。这一次他动手，他居然像个疯子似的，不仅跟他对打，还去拿了菜刀。周红林跑出了房，又往外跑，海玲也没有停下来，操着菜刀追赶着他。夫妻俩你追我赶的跑下了楼，这一动静惊动了整个小区的人。海玲操着菜刀追着周红林跑，足足追了5条街。他累得实在追不动了，才在路边坐下来喘气。周红林也累了，距离他远远地坐下来。等到他的父母姐姐赶过来时，看到父母姐姐时，周红林那个委屈啊！周家父母看到自己的宝贝儿子狼狈至极，两边脸都肿得半天高，也气得半死。周姐姐更是挽起了衣袖，怒道：“那个贱人居然敢打我弟弟，看我不抽死他吧！”周妈妈心疼的都掉泪了，骂着海玲：“这是仇人吗？把我儿子打成这样！早就说过了，他父母双亡，没有人管教他，他也得很，娶不得的，你还要娶？你一个大男人，连个女人都打不过，平时总在我们面前叫嚣说要教训他，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。”周妈妈都忘记了当初一家子都哄着海玲早点嫁过来呢，因为海玲当时的收入很高嘛，现在就嫌弃海玲了。周爸爸也骂着：“我儿子养到这么大，我都舍不得打一下呢，海玲太过分了。他在哪里，爸去替你出气，保证打到他服，吃你的，住你的，花你的，你教训教训他，他敢还手，不想活了是吧？”周爸爸见女儿已经奔向海玲了，马上也跟上去：“爸姐，他手里有刀。”周红林叫喊着，他赶紧爬站起来，与母亲一起追上前去。海玲休息了一会儿，眼见公婆大姑姐气势汹汹地朝他奔过来，他站起来，握紧菜刀，杀气腾腾地怒视着那一家子。周家人奔过来，看到杀气腾腾的海玲以及那把闪着寒光的菜刀，顿时刹住了脚步。他们见海玲并不比周红林好到哪里去，海玲也是脸青鼻子肿的，鼻子有血，嘴角也在流血，披头散发的，手臂上还有很多青紫血印，不用问也知道是他们家红林打的。海玲，你还敢跟红林动手了？周姐姐不敢近前，但大声指责着海玲。红林都说了，他下班回来饭都没有的吃，你是怎么当人老婆的？在家里什么事儿都不做，还要红林自己做饭啊？红林什么时候做过饭了？他有气打你2下，你受着便是，还反抗了，你还有理了？就是你看看你把我儿子打成了什么样？像你这样的泼妇，
信不信我让红林把你休了？就你现在这副样子，离了红林，你能不能活着都是问题。吃红林的，住红林的，花红林的，还好意思和红林打架？哪个当妻子会把老公打成这样子的？海玲冷笑，他不是坚持要 AA 制吧？我不过是按他说的去做。他有气就可以对我动手动脚了，你们看到他这副样子心疼，就没有看到我被他打的也不成样子了。你们的儿子是有父母生养的，难道我就没有父母生养的？是我爸妈死了。就算我是个没有父母的孩子了，我也不是任你们欺负暴打的。你们是一个个来，还是一起上？尽管放马过来，我今天就把丑话搁在这里了。不想跟我过了，直接说别给我整家暴，老娘不是好欺负的。你们再敢欺负我，毒打我，我就算是死，也要拉上你们一家子垫底。周红林，我早就说过，你敢打我，除非当场把我打死了，否则你别睡着，我能把你剁成肉酱。海玲恶狠狠地瞪着婆家人，他们要是敢一起上，他就跟他们同归于尽。周家人，泼妇简直就是不可理喻。周父骂了海玲2句，就对儿子说道：红林，走，跟爸妈回家。周红林今天也被海玲吓到了，从认识他到现在也有12年了，他从来不知道他有股很劲。想到海玲的凶狠，周红林现在2条腿还在抖，便跟着父母姐姐走了，同时还打电话给自己的上司请几天事假，他得在家里养伤啊。周姐姐是开着车来的，一家4口上了车后，周姐姐就说道：红林，你就跟他离婚，周阳要过来，不要给他，看他还嚣张不？周红林抹了一把嘴角的血，问着父母：我要是和他离婚，爸妈你们能帮我带杨洋吗？啊，爸妈帮我带宝宝呢？周姐姐说道。周父沉默了片刻后说道：杨洋还小，我和你妈帮你姐照顾宝宝，还要接2个大的上放学，哪还能照顾杨洋？红林，离婚的事不要冲动，你不要给他生活费，断了他的经济，他就嚣张不起来了。等杨洋可以上幼儿园了，你要离婚就离婚吧，杨洋上幼儿园，我们只管接送就行。周红林有了新欢，一直没有离婚，也是考虑到儿子还小，然后考虑到父母无法帮他带娃。听了父亲的建议，他恶狠狠的道：以后他休想从我这里拿到1分钱。周父又说道：要是不想离婚，以后就不要再动手。海玲够狠吧？你斗不过他，就老老实实的别家暴他了。周红林不说话了，他是真的怕了海玲。对，不要给他钱了，还有房子是你买的，房产证上都没有他的名字，不要给他住了，把他赶出去。周姐姐也给弟弟建议。周母说道：现在海彤嫁人了，男方有房子，赶海玲出去吧，怕是威胁不到她。红林，妈之前就提醒过你，不要做得太过分，看在洋洋的份上，你也要有个分寸。你外面的那个女人，妈见过了，她怕是没有海玲这般能吃苦的。周红林错愕地看着母亲，妈，你怎么知道的啊？周母哼着，你以前对海玲多好呀，后来忽然就听进我们的话了，对海玲越来越不好，妈就知道有问题。前几天晚上，妈看到你和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在5星级酒店吃饭，那股亲热劲儿，妈还有什么不知道的？周红林见家里人都知道了，也没有指责他。他说道：海玲生完孩子后，身材是越来越胖，我对她是越来越不喜欢。佳妮善解人意，又年轻漂亮，我觉得我对佳妮才是真爱。周母一针见血的道：人家看重的是你的身份地位及收入，你要是还像以前那样只是个普通的职员，谁看得上你啊？海玲虽然狠了点儿，把你打成了这个样子，凭良心说，她嫁给你这么多年，把你照顾得很好，把那个家也收拾得很好，她是吃过苦的人，会过日子，会持家。你割面那个女人，瞧着不如海玲。周母虽然偏心儿子，对海玲的评价倒也中肯。娶妻当娶贤，红林，你在外面玩玩，妈不管你，但你要是娶那个女孩子，你一定要慎重，免得将来后悔。多少人抛弃了原配，娶了情人为妻后，都过得不如愿的。周母其实对儿子的现状是很满意的，可不想儿子丢掉了幸福，收获了报应。周姐姐却说道：
海林有什么好？仅是看他把红林打成这般模样，咱们家就容不得这样的儿媳妇。红林，姐支持你和佳妮在一起，会不会过日子，要在一起过日子才知道，哪有人能看出来的？当初看海林也是知书识礼的，谁想到他会操着菜刀追了红林几条街，把红林打成这样子。周父周母便不说话了。红林，这几天你都不要回去，也不要给他钱，不要向他低头，定要他先向你低头认错道歉，并保证不再犯了，你再回去。周姐姐建议，就算你现在不离婚，也不能被他压倒，否则你在家里的地位就直线下降了。大男人就该里里外外都一把手，不能让个女人欺了去。周红林说道，这几天我肯定不会回去的。海玲不给他做饭吃，还是留在父母家里养养伤，吃上几天好菜好饭，等恢复了再回公司上班。就是佳妮那里，周红林不打算隐瞒，他给情人发信息说他被老婆家暴了。叶佳妮收到消息，自是对他一顿嘘寒问暖的，让周红林的心越发的偏向了叶佳妮。周红林不回家，海玲也松口气了，至少他不用去妹妹家里避难。他回家后看到儿子还在熟睡中，就赶紧拿了冰块来敷脸，又整理好自己的仪容，怕儿子醒来被吓到。还有地上掉落了大把的头发，都是周红林扯掉的，他也拿来扫把清扫干净了。还好他头发浓密，虽被扯掉了很多头发，把头发梳理好重新绑起来，倒是看不出来。海童不知道他走后，姐夫家暴姐姐，夫妻俩大干了一架。他从姐姐家里出来后，就去了步行街给战印买衣服和领带，有战奶奶提供的尺码，海童帮战印挑了2套新衣服，都是他喜欢的黑色，还有2条新领带。买好了衣服，他便回到店里。傍晚学生们放学，便是忙碌的时候。战印是6点左右到的。这个时候学生们又上晚自习了，不忙。知道海童要和丈夫过2人世界，沈小军笑道，海童，你快和战先生回家去吧，别让战先生在这里久等啊，晚上我关店门，麻烦你了。沈小军笑，咱俩还客气什么？以往都是你关店门，我觉得占了你不少的便宜，现在补回来，我心里也好过点。海童也不跟好友客气，拿起他买的衣服，跟好友说了声再见，便走出了书店。他拉开了车门，把衣服放在副驾驶座上，对战印说道，你先回家，我骑车到市场买菜。你要是会洗米包饭就洗米包饭，不会的话就等我买菜回去再说。战印看一眼他的电瓶车，说道，你的新车呢？我出门迟了，怕塞车，就骑电瓶车了。海童戴上了头盔，我走了。也不等战印再说话，他骑着电瓶走人。他做事有时候就是风风火火的，与他的沉稳有点冲突。再看副驾驶座上的衣服，战印拿过来翻看了一下，发现是男人的衣服。他蹙眉，他这是给哪个野男人买衣服啊？翻看了一下尺码，发现和他的尺码一样，又都是黑色的，该不会是买给他的吧？这样想着，战印刚刚那股不悦一下子就荡然无存。见沈小军从店里出来，他朝沈小军点了点头，算是打招呼，然后开着车走了。他刚走，张念生便来了。沈小军看到自家表弟时还吓了一跳，伸手就扯了扯表弟下巴的胡子，说道，念生，一段时间不见，你怎么变成了个大胡子？你这胡子也该剃剃了，这么年轻别留胡子，显老啊。你最近是不是特别的忙，特别累？你整个人看上去既像憔悴又像疲倦。年轻人有拼劲是好事，但也别太拼了，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，得保重身体。我没事，就是工作忙了点儿。张念生其实是为了海童旭的胡子，胡子也还没有多长，不过是平时他的脸上都是干干净净的，乍一留胡子，表姐看到了才会大惊小怪。君姐，海童姐不在。张念生见店里就表姐一人，看似随口问了句，你海童姐感激战先生帮了他不少忙，早回家亲自下厨给战先生烧一桌好菜。谢谢战先生的帮忙。你找海童有事啊？跟我说一声就行，我帮你转告海童。没事，就是随口问问。海童姐还说要请我吃饭的呢，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实现诺言。
沈小军笑道：“跟你这么熟，给你叫个外卖送去也是请你吃饭了。”他想和海彤姐单独吃饭。君姐，海彤姐和她丈夫是闪婚的，以你看来，他们能长久吗？张念生第一个动心的女人便是海彤，虽说她比海彤小了点，他自认能把海彤照顾好。知道海彤闪婚后，他那个失落呀，却又舍不得放下，便有了奢望，盼着海彤和闪婚丈夫离婚。战先生为人冷漠，但对海彤倒也不错，夫妻俩相处时间长了，应该能擦出火花吧。要是实在过不下去，半年后他们也会离婚的，他们俩签了协议的。沈小军说后，狐疑地看着表弟，问道：“念生，你问这个做什么？”张念生自是不会承认自己对海彤有想法，盼着海彤离婚，扯了个谎，说道：“我就是关心海彤姐，没有其他意思。海彤姐这么优秀，要是她丈夫看不上她，早点离婚也好，再找一个懂得欣赏她的男人，必定能过上好日子的。那是海彤是个很好的女孩子，我相信战先生会爱上海彤的，说不定他比海彤先动心呢。”沈小军是盼着好友的日子越来越好的。张念生心塞，又不能告诉表姐他暗恋着海彤，怕表姐告诉了母亲，不说他比海彤姐小一点，仅是海彤姐已婚，哪怕离婚，他妈也不会一下子接受海彤姐的。在没有十足的把握之前，张念生都很小心地藏着自己的小心思，不敢让别人知道。夕阳西沉入海，黑色的天网悄悄地洒落人间大地，黑夜就这样悄然来临。明苑花园，海彤在厨房里忙着，香气不时地飘出来，战印都被引到了厨房门口。他想帮忙的，海彤说既然是他请他吃饭，就他一手包了，不用他帮忙。他便闲地在大厅里看电视，又觉得电视不好看，还不如来看他老婆炒菜呢。看着海彤那贤惠的样子，战印的眼神渐渐变深又变柔，就是他自己都没有察觉到这些变化，只觉得海彤的优点是真的很多。海彤，战印想到了一件事，忽然开口叫了海彤一声。海彤扭头看他一眼，又继续忙他的，问道：“战先生想说什么只管说。阳台那里的几盆发财树，我看你照顾得很好，能不能让我搬到办公室去，摆在我的办公桌子上呢？”海彤本能地道：“那几盆发财树都挺大盆的，你要是摆在办公室里，最好不要放在桌子上，太占地儿了，在办公室里挑个位置摆放就行。我就是想摆在办公桌上的发财树嘛，摆在办公桌上能帮我招来财运，那你还不如买只招财猫摆在办公桌上呢。”海彤把炒好的菜铲起来放在菜盘子里，又说道：“你要是摆在办公桌上的，我送你一盆发财树的工艺品吧，那不算大，占的地儿不多，又好看，寓意也好。”战印拐弯抹角，就是想要老婆亲手编织的工艺品，老婆主动进入了他的大坑里，他自是迫不及待地推泥填坑。你有现货吗？你的工艺品都编织得很不错，奶奶特别喜欢，你送给奶奶的。奶奶都摆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，但凡有人问起来，奶奶都会把你夸了又夸，夸着夸着就夸成了他的老婆。有是有，不过都是客人们预定的，咱们是夫妻，倒是不用太着急。我明天再帮你编织一盆发财树吧，招财猫要吗？他肯送给他就行，战印倒是不会和他的客户抢。你会编织招财猫吗？会。战印便笑了笑，那我就贪心点，你再给我一只招财猫吧。老二那里是没有招财猫的，他比老二多了一样。你们公司里的人要是觉得好看，就把我网店的网址发给他们，帮衬一下我的生意。战印默了默后说道：“我们公司里很多人都知道了你的网店，一晨推荐的，被老二抢了先机。”战印颇有点郁闷，不过转念一想，老二推销了海彤的工艺品，赚钱的是海彤，海彤现在又是他的妻，等于是肥水没流外人田。战印郁闷的心情好转。等海彤烧好了菜，他把菜都端出来摆在餐桌上，夫妻俩就坐共进晚餐。战印心情好，吃得颇香，不得不夸海彤一句，他的厨艺是真心不错，他有口福了。饭后洗好碗筷后，海彤便从沙发上拿起了装着衣服的袋子，把衣服从袋子里拿出来，递给战印，说道：“
战先生，你试试这2套衣服合不合身？你帮我那么多，仅是请你吃饭，我觉得还不够，就给你买2身新衣服，还有2条领带，衣服颜色是你喜欢的黑色。战印早就猜到是给他的衣服，面上却端着，接过了衣服，翻看了一下，问他：你怎么知道我穿多大的尺码啊？问奶奶的呀。战印不说话了。要试试吗？不用了，我合穿的。他都是挑了他喜欢的颜色买。下次给我买东西的时候，有拿不定主意的，就问我。别问奶奶，奶奶知道了，谁知道会在背后打什么鬼主意？你工作忙，我不好老是打扰你。战印不说话了。他的确是很忙，一些琐碎的事确实不喜欢他问他。战先生，现在还早，咱们出去散散步吧。说来，我搬到这里住了一段时间，还没有在小区里逛逛了。战印略一犹豫，便答应了。他对明苑小区也不熟，当初帮他买下这套房子的都是他的管家。于是夫妻俩第一次一起去散步。战印属于沉稳话不多的人，夫妻俩又不像别人那样有感情。一起下楼，在小区闲逛的时候，走了老大一段路，夫妻俩都没有人开口说话。好一会儿，海童才找了个话题问他：战先生，你们老家离市区有多远？他还没有去过战印的老家呢，听战奶奶说他们家住在郊外。由于夫妻俩签了协议，海童都做好了随时离婚的心理准备，故而对婆家的事都不怎么过问，连婆家都没有去过，他也不在意。实在是夫妻俩闲逛，一直不说话，过于尴尬，他才找的这个话题。交通倒是很方便的，开车的话，速度快不到1个小时便能到，不能说很远，但说有多近也是假的。他们家在市区各大高级别墅区里也有很多别墅的，反正到处有房子。老宅那边也就是有大事情才会都回去吧。奶奶说你们家也有田地的，种着不少庄稼呢。战印了一声，这话一点不假。海童便没有再问下去，知道奶奶说的都是老实话。他们战家也是个普通的种田人家，他嫁战印真的不是高攀，夫妻俩是平等的。小区里散步的人很多，大部分都是家长带着孩子们，也有年轻的夫妻手拉着手，亲热至极。夫妻俩看到别人那般亲热，他们依旧是肩并肩走着，谁也没有主动伸出那只手。倒是夫妻俩的回头率特别高，男俊女俏的。最后海童在小区的儿童游乐场边停下来，对身边的男人说道：我们在这里坐坐吧，能看看孩子们吧。他是很喜欢孩子的，对外甥周阳极为疼爱。战印不说话，默默地跟随着他在一张石凳上坐下来。杨洋要是在场，肯定也会玩得很开心的。战印了一声。海童偏头看他，战印被他这样一看，有点莫名其妙的，却也防备地问着他：你这样看着我做什么？看你长得帅，多看2眼，赏心悦目。战先生长得好看，人也优秀，说明你的基因很好，将来你要是有了孩子，肯定是个聪明伶俐的。你想给我生孩子？海童笑，奶奶老是劝我扑倒你，给他生个曾孙女抱抱。闻言，战印悄悄地挪了挪臀部，拉开了与海童的距离。海童没留意到这点，他继续说道：我知道战先生对我无感，事实上我现在对战先生也没有爱，没有感情的夫妻真扑倒了你，感觉那不像是夫妻之间的灵魂交流，倒像是我去嫖了你一样，就差给钱了。战印听得一脸黑线，咱们俩不会有孩子的，让奶奶崔一晨他们吧，他们不会有孩子吗？战印听着这句话很不舒服，但他没有反驳，他依旧抿唇不语。战先生是不是怀疑我是个心机女？战印能不能别问的这么直接呀？其实我嫁战先生还是带着企图的，图战先生有套房子，我嫁给你，可以搬过来和你一起住，我能省点房租钱。我知道，所以他对他最初的观感不太好，碍于奶奶的原因，他是带着怒气娶的她。战先生知道。海童又偏头看着他，眼神里有着欣赏。战先生真的很聪明，你看人的眼神特别锐利，感觉被你看着，然后内心世界都被你看透了。战印与他对视，我现在就没有看透你的内心世界，
不知道你说这些的真正目的。没什么目的，就是咱们夫妻俩很少这样聊聊天、说说话的。你又不会主动聊天，为了不让咱俩都尴尬，我只好找话题和你说了。他的确是不知道该和他聊什么。哎，周边那些年轻的夫妻，人家新婚燕尔，甜如蜜，走路都十指紧扣。有了孩子的夫妻，更是以孩子为主题，要聊的话变多了。不像他们既无感情又无孩子，想聊天还真的挺难的。见战印依附语塞的样子，海童笑，他起身，随即也拉起了战印，走吧，我们回去，免得你浑身不自在，好像我随时会扑到你似的。海童，你是女孩子啊？女孩子怎么了？说说又不会掉块肉。海童拉着他走，不过是扯着他的衣摆，没有碰他的手，怕他回去后会洗手洗上百次。你没看前2天的热搜，就是战大少爷和商氏的千金，商小姐喜欢战大少爷，就像他表白，公开追求，男人遇到喜欢的女人会去追求，女人遇到喜欢的男人也去追求，都是为了追求真爱。我挺欣赏商小姐的，她还间接帮了我个忙，虽然她不知道我是谁，不过我会默默地祝福她，愿她追求真爱成功，嫁给战大少爷。现在她追求战少爷追求的辛苦啊，等她追到手了，就让战大少爷反过来把她宠上天。商小飞间接地压下了不孝孙女这条热搜，除低了热搜对海童姐妹俩的影响力，海童对商小飞便有点好感。再加上商小飞敢爱敢恨的性格，海童已经带点欣赏了。战印听到自家老婆的话，差点想吐血。哎，在心里腹诽着，要是知道战大少爷就是你家老公，你还能说出那样的话吗？战大少爷并不喜欢商小姐，战印替自己解释一下，免得海童在心里把他和商小飞凑成一对儿。除了一见钟情的恋人，其他人哪知道自己会喜欢上自己的另一半？不都是你追我追的？慢慢接触后，熟悉了彼此，生出欣赏之心，慢慢的就有了感情。感情是靠培养的，战大少爷和商小姐算得上是门当户对吧？2个人要是能成是天设地造的一对儿，挺好的呀。我是在战氏集团上班的，我知道我们老板身边总有保镖跟随着，不允许年轻的女性接近他。他对所有年轻的女性都是一个态度，不喜。况且我们公司与商氏集团也不太对付，我们老板怎么可能和商小姐走到一起？婚后，海童从来没有主动问过战印在公司是什么职位，月收入多少。毕竟是搭伙过日子的，又不长久，问那么多做什么？当然，要是战印主动提及他的工作，海童还是很八卦的，想知道战大少爷是个什么样的人。你见过你们老板吗？你也姓战，别人很容易误会你和你们老板是一家人呢。海童笑道，小军就数次怀疑过你，我说他看小看的太多，老是把咱们的事带入道里去，说里的女主闪婚都是闪婚到亿万富翁的。我说那么容易闪婚到亿万富翁，除非所有男人都是亿万富翁。战印在心里腹诽着，沈小姐还是有点眼光的，不愧是土豪出身。沈家放在普通人的眼里，那是有钱人，是土豪，每个月靠收房租、铺租都能月入几十万，就是沈家有这样的家底，沈姑姑才能嫁入豪门。战印想着以后再参加宴会，他得离沈家和张家人远一点，不想被他们2家人在海童面前戳穿他的身份。他是首富战家的当家人，这个身份也该是他自己亲自告诉海童，不用别人多嘴。我们老板很忙，除非是开会，否则我也很难见到老板，毕竟我不是公司的核心管理。就算是开会，我也是坐在最末端的，视力不够好，都看不清老板到底长什么样呢。